北美馆有台展、府展时期台湾前辈艺术家最为丰富的作品收藏。在这些前辈艺术家的作品收藏里面，何德来大概是其中非常特别又独特的一个前辈艺术家。1994年的时候，北美馆获得了何德来家属非常重要作品的捐赠，其中还包含了有许多的文献档案。在当年，我们就做了何德来90纪念展。经过大概30年之后，何德来的家属又提供了另外一批大量的书法的作品，我们又重新做了何德来的回顾展。何德来他旅居日本大概有60多年，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入籍日本，而是以身为台湾人为荣。他跟他同一辈的同代艺术家相比的话，其实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艺术表现啊！一生几乎没有参加过官办的美展，所以你会发现他在不同的时期作品的风格其实是变化非常巨大。这一次前期的研究当中，其实也有一些很特别的发现啊，包括他在这个画作的背后都会写上一些诗句或是他自己的感想。那这些都必须仰赖典藏跟研究的人员，他们去把这个画框拆掉，他们才有办法去解读到底他如何写下这些诗句，还有透过了许多不同时期作品的一个比对，还有文字内容的分析，所以慢慢的重新理出一个跟30年前何德来在做90纪念展的时候很不一样的一个视野，重新从一个当代观点再回去看一个这么独特的前辈艺术家，他们怎么样在生命的历程中用艺术去表现他们最大的热情。何德来他是这样，在这个日本呢，他是一个强调说要有清高的一个人格，才有办法做出一个清高的作品。所以尽量把所有我知道的全部告诉北美馆，让北美馆去做何德来的一个展览了。何德来他是出生于1904年，他是在高中的时期才开始对美术产生兴趣，那开始有一些绘画的学习。本馆收藏何德来的作品里面最早的一件作品，就是他在1920年，也就是他在高中的时候画的作品。后来他去东京就读东京美术学校，就读的期间，他其实受到一个蛮大的挫折，所以他开始就思考说，我送件去参加美术比赛，可是不一定评审能够了解我想要做什么。所以他就不再参加官办美术的一个展览，走自己的路。这个也就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标题，就是无知道。我们用8个主题去梳理何德来的创作脉络，同时借由他的生命轨迹的刻画，在更广的时代背景中重新观看他的艺术实践。第3个主题是他去了日本以后，受朋友的引荐进入了新构造社。我们希望观众是透过他的生命的一个历程，先认识他，以及认识他在那个时期他的创作。1958年，因为新构造社的会长过世，何德来继续扛下整个新构造社继续走下去的一个重责大任。在这个时期，他以他母亲为形象，做了他的无知生。他常常会去回溯到他自己的出生，那母亲就是他那个回溯的那个原点。其实他很少描绘自己的太太的形象，过世之后对他太太的怀念，用其他的物件，比方说豆腐，那或者是蜡烛，去回想以前的那种温暖。展览区的后半部，我们
特别辟了一个秀子专饰，让大家比较深刻的对这个秀子的一生有个概观，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形象。慕黑家是一个租屋啊，何德来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的小天地。他们在这边一住就40几年，一直到何德来过世。那在这天地里面呢，他开始去发掘他自己对于宇宙天象的一个观察跟想象。他的生活相当的单纯朴素，绘画的一个思想其实是相当深远崇高的。宇宙探源，大家最为熟悉的何德来的一个最宏伟的一个主题创作。绘画对他来讲是一个思想，是一个思维，他必须要有这样内在思维，他才有办法有所超越，而不是只是流于表面上的技法的一个施展而已。第7个主题就是笔墨，那一开始是一个字，那后来呢，他就会诗句，他对于一些事件的一些描绘，方说1972年中日断交的时候，他就写了一个书法，他也写了一个关于苏联发射火箭到太空去哈。书法对他来讲也算是一个实验跟尝试，用文字入画。他的创作里面最特别就是所谓的文字画。最有名的就是他用55首歌去铺陈在他的画布上面，然后中间留了一个空白是月亮。宇宙探源跟笔墨这2个主题，我们是把它放在我们一个展间当中，让大家了解到他们之间书法跟绘画之间的交互的关系。速写风景，这一批素描跟水彩是没有曝光过的。他大部分都是去外面写生，然后用水彩、用素描去做创作跟描绘。其实那时候日本开始跟美国有发动太平洋战争，物质条件可能没有办法允许他做油画的创作，可是当时留下的相当精彩作品，其实它有相当油画的质感在里面。他是在1974年开始整理他自己的一个诗集，出版了一本叫做《无知道》，以诗歌来描述他自己这个生命的历程。诗的创作对于我们了解何德来的创作的精神跟内在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在每一个主题的旁边，我们就会用一首诗来做引言。因为它是一个回顾展的形式，它有一些物件，譬如说它的画笔，那再来是它的石头，算是它一个怀乡的一个寄托。我们也希望观众能够体会到它这一点。何德来他遗留的2件没有完成的作品，它是以日月为主题，它的形制非常的庞大，它企图性是相当强大的，他希望能够突破他过往的一些创作的格局。虽然是它是未完成，不过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展览结束的一个最终的据点，然后我们把它展示出来了，留下一个何德来留给我们大家的谜。近年来，其实北美馆接受艺术家的家属捐赠的作品的量非常的大，那也透过这些家属捐赠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理解或者是加以研究，除了我们认为相对重要的作品以外的档案文献，
那这些东西其实它交织起来，对于我们不管在艺术家的研究，或者是台湾艺术史的整体的建构上面，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。特别是像何德来这样子，一般人对他比较不熟悉的艺术家来说，重新理解台湾艺术的发展的过程中，有这些很独特的、具有能量的前辈艺术家，他们的创作内涵。